回头呢，我把这个 Edge One 的网址发给大家啊。现在你要比之前申请这个兑换码要容易很多，也是群里的小伙伴跟我一起在研究了一下午，我们终于可以像白嫖 CF 一样去白嫖这个 Edge One， 就是腾讯旗下的 CDN。而且是类似 CF 免费的这种方式，让我们个人和中小型企业去使用的 CDN。今天的话，我们就直接这边点击，你用你的海外的一些账户给大家做演示。这边呢，如果你看不明白的话，它其实是有简体中文的。我这边设置一个密码，我们再确认一下国家。我这边选择的是美国。全部勾上，这是一个全球化的 CDN， 它对标的其实就是 CF， 所以在国际化做的是非常完善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注册，而且它是不需要什么外币信用卡，不需要 KYC 相关的验证，在海外层面上你就可以把它当做另外一个 CF， 可以点击这个测速。感受一下它上行、下行、延迟等相关的数据的展示，它不像是 Cloudflare 完全开放了，它是逐步在开放。一个账号呢，你只要分享2次不同的平台，你就可以获得2个域名的免费套餐使用。我们就可以分享到 X 或者 Facebook， 你不需要真正的分享。这2个免费套餐是非常方便的。右上角是语言选择，我们可以切换成中文，点击这个免费套餐去使用了 Edge One 的后台管理页面，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领取的2个套餐。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绑定我们的站点域名，我们选择第一个，可以从原本你在 Cloudflare 那边使用的，你可以迁移到这边来，然后它验证是可以接入的。询问我们是美国的数据安全计划，我们点击是，上下2个任意的你都可以，因为我们刚才领取的2个嘛，对不对？我们点击下面的同意，点击下一步，点击确认。如果你不实名备案的话，是只能选择海外线路优化。尽管如此，对国内不是那么友好，但是也要比 CF 你不做优选的情况下要稳定靠谱。我们有2种方式，这边呢你可以去批量从 Cloudflare 迁移你的 DNS 记录，腾讯云自己的、阿里云的，还有我们 Cloudflare 的，你可以选择第3个 Cloudflare 的，要有一个文件 TXT 的文件。那我们需要来到 Cloudflare 这边来，我们把这块的域名迁移过去，它是用的这样的一个域名。我们选择 DNS 这边，右边有一个导入导出，这边导出，然后你点击一下，它就会下载一个 TXT 你这个域名的解析记录。我们回到 Edge One 这边，把这个文件上传。这个文件进来以后呢，我们点击下一步，它就把我之前的解析记录全部就导入进来了。这边呢，它监测有一些问题，你可以把上面的删掉这2个是 Edge One 帮我们生成的。下一步确认导入了，这把 Cloudflare 的全部就导入进来了。你到你的购买域名的提供商那边，把这个对应的 NS 替换一下。可以看到刚才的这个域名就是在这儿买的，我们点击进来，就把 Cloudflare 的 NS 改掉，我们把它删掉。好，回到我们腾讯云的 CDN 这边 Edge One， 我们把这个 NS 复制一下。好，这2个复制完以后呢，点击添加，然后我们在域名购买的这个网站就可以不用管了，因为已经托管到 Edge One 这边了。到这一步呢，我们的 NS 就已经生效了，因为它要在这个页面多等一会儿，大家有点耐心。然后接下来它就会自动帮我们跳转。那我们原本这个域名其实是指向到我的博客站的，让它直接用这个根域名套 Edge One 的 CDN。建议大家把 IPv6 打开下面的域名这个 IP 呢就填你自己服务器的这个 IP，80和443我们都保留，就使用它直接进行加速就可以了。好了，那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它给我们了一个 CNAME 的解析，下一步完成，类似于我们在 Cloudflare 里头开启小黄云的体验。当然它这边的步骤会比较多一点，也更加符合 CDN 的原汁原味，因为 Cloudflare 其实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以至于让我们觉得CDN 就是按一下开启小黄云。其实它中途做了很多像什么 CNAME 的这些解析啊， SSL 证书啊，这些安全加速，这些都其实帮我们默认给我们一套配置好了。那这边呢，开启其实就会比较慢，花一些时间。然后这块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安全防护已开启，还有我们的 IPv6 也已经开启了。这个 XYZ 已经在 H1 了，所以以后再增加很多2级域名的话，也都是在 H1 这边去增加。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连贯性要比 Cloudflare 要略差，至少目前来讲，毕竟是刚起步，有很多不完善的，包括很多我自己在 Nginx 那边去做了一些判断，它这边是无法适配的。好了，这边的加速就已经生效了。这时候就可以去配置 SSL 证书。在 Cloudflare 的状态下，我们是自动用 CF 的证书的这边的话，你就选择让腾讯这边用，专门找了一个更权威的亚洲合作机构来为我们申请使用的证书开启。这个申请证书呢，同样也要等大概3到5分钟的样子。依然用我们的老伙计莱卡云这边的美国的线路，在 H1 这边搭建一个 WordPress， 因为我们刚才是迁移嘛， H1 这边让它继续申请着证书，我们这边再添加一个可以给它前缀了，因为我们刚才是根域名，然后这块呢给它一个莱卡云的 IP。好，粘贴进来以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建议还是把 IPv6 打开，然后我们其他保持默认，这块可以预选一个，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再下一步。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有2个站点了。这边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域名复制一下，莱卡云这边来直接安装 WordPress 到科技 LAN.sh 这样的一个网站命令。OK， 空格 WP， 这样的话就是它不用进入脚本，直接自动安装 WordPress。好，到这一步呢，它其实让我们去解析，我们刚才已经解析过了，这是我们刚才迁到 H1 的这个域名，对吧？然后呢，我们点击下一步，然后它就会去为我们安装建站的一些组件，这个大家大概等个3-5分钟。如果你机器没有 Docker 的话，它会优先安装 Docker。我们所有的架构呢都是自动化的，而且运行在我们很流行的 Docker 的环境下，你在任何的 Linux 发行版都可以顺利安装 WordPress。虽然我们自己主机上是有 SSL 证书的，但是我们未来如果走 H1 的加速和安全，走它的 CDN 的话，我们会用到它自己的这个证书。这下呢，我们的域名就已经创建成功了。第一个站点和第2个站点其实都好了。那我们复制一下，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域名有没有问题。好，它是可以正常的重定向到我的海外博客站的 ITDoc 网站测速域名复制过来，会全部显示腾讯云。那我们复制一下，先在浏览器里头先看一下这个 WordPress 能不能去使用，选择语言简体中文，下一步就让它完成这个向导。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到了后台。因为我这一台机器是在美国，所以相对来说，如果不走这个 CDN 优化的话，它会花更长的时间的访问。
然后关于 WordPress 怎么去使用的话，大家可以翻看我往期的一些视频，都讲过如何去使用 WordPress 搭建自己的博客、搭建自己的导航站，还有我们的软件中心等等一系列的。那我在这边就不深入的去讲 WordPress 该怎么去使用了，前面加上HTTPS 带这个前缀才有意义，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速度。腾讯云就表明我们这个 H1 已经配置的非常 nice 了。腾讯云目前的节点呢还是比较少，而且整体上来讲，因为我们没有域名备案，所以国内的一些节点我们是用不了的，我们还是用海外路由过来的。尽管如此，我们这个原来是美西黄颜色的，不是特别优化的一个 VPS， 同样在加持下能有很低的延迟去访问我们这个网站。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绑定了一个域名，然后我们把这个域名从 Cloudflare 那边迁过来的。然后我们原本有一个网站是直接套这边的 CDN， 我们并且又做了一个新网站 WordPress 的网站，然后在我们徕卡云的这台 VPS 上，然后从美国这边我们套上 CDN 以后，来进行一个低延迟的加速，并且我们有能够缓解 DDoS 的攻击的这种能力了。因为你只要套上了 CDN 你的原站的 IP 是别人找不到的，你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那这边呢，我们已经用过一个了已经用过了一个。如果你还想再套第二个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然后再迁移一个过来，或者你直接买个新域名，然后直接挂载到 H1。未来的话，相信 H1 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尽管现在目前还是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以至于我生产环境冒失的迁移过来，发现有一些功能缺失等待他们后期的优化再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吧。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